在小说《三国演义》前期，王司徒乔氏连环计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原著第6回中，董卓在朝堂之上一手遮天，不仅残忍地害死少帝，还肆意滥杀无辜，行径令人发指。司徒王允虽心怀壮志，一心想要除掉这个国贼，然而董卓势力庞大，权势滔天，王允空有满腔热血，却苦无下手之机，只能整日唉声叹气，忧愁不已。此时，王允府中的歌妓貂蝉见主人如此愁眉不展，心中不忍，毅然自告奋勇，要为其排忧解难。很快，王允便巧妙地利用貂蝉那倾国倾城的美貌，在董卓和他的义子吕布之间精心布局，成功挑起二人之间的矛盾与猜忌。待时机成熟之时，王允又趁机策反吕布，最终借助吕布之手，成功地除掉了董卓这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董卓因祸乱朝政，被后世之人唾弃，背负千古骂名；而貂蝉则因英勇献身，为了国家大义，不惜牺牲自己，赢得了世人的广泛传颂。虽说以貂蝉为主角上演的连环计，在正史之中并未有明确记载，但是她那惊人的美貌、忠义的品格以及无畏的勇气，却深深地烙印在了后人的心中。只可惜，貂蝉的故事并非有一个完整圆满的结局。吕布在中原大地辗转征战之后，固守徐州，然而最终还是被曹操的大军攻破城池，吕布本人也在白门楼被斩首示众。而一直陪伴在吕布身边的貂蝉，也从此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再无任何消息。那么，貂蝉究竟去了哪里？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传言，他早已回到自己的故乡，从此以后与青灯古佛相伴，过着平静而又清苦的修行生活。还有人说，貂蝉后来被曹操赏赐给了关羽，可没想到关羽却毫不留情地一刀将他斩杀。自从貂蝉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之中，就仿佛被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所笼罩。在他的身上，既有着历史真实事件的模糊影子，同时也有着诸多民间创作者精心雕琢的痕迹。当我们查阅正史《三国志》《后汉书》以及魏晋时代的众多小说时，会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一处明确提到过貂蝉这个名字。唯有清代学者梁章钜在其所著的《浪迹序谈》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开元詹经33，荧惑犯须女詹。注云：《汉书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貂蝉以获其军，此事一同不可考。而貂蝉之及貂蝉，则确有其人矣。《汉书通志》今亦不传，无以断之。然而，现今流传的《开元战经》版本中，已经找不到这条注释了。更何况，《汉书通志》也未曾在诸多史书中留下确切的记载，疑似为伪作。这就表明这条材料的可信度并不高。就连梁章钜本人也认为貂蝉并非是一个真正在历史上有确凿记载的人物。不过，他在另一部著作《归田所记》中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貂蝉是隐据《吕布传》，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这一说法倒是颇为中肯。也就是说，貂蝉虽然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但是却极有可能存在历史原型。以吕布、董卓为核心，在他们身边围绕着的众多女性角色中，有3个极有可能是貂蝉的人物原型，分别是董卓少妻、董卓婢女与吕布之妻。首先，我们来谈谈董卓少妻。根据《后汉书·董卓列传》中的记载，卓朝服生车，继而马经堕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意思是说，董卓准备穿着朝服乘车去上朝，结果马匹突然受惊，将他掀翻在泥地里。董卓只好返回去更换衣服。他的年轻妻子见状，连忙劝阻他不要去上朝，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可是董卓却不听从妻子的劝告，执意前往，结果很快就遭遇了刺杀。不过，这段记载的可信度其实并不高，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史料中，宿命论的观点极为常见，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总结起来就是，
但凡有著名人物诞生或者死亡，以及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往往都会出现一些预兆。所以说，这件事情虽然表面上反映出董卓少妻对丈夫安危的关心，然而实际上，这很有可能只是历史书写者为了达到某种表达效果而特意编造出来的情节。大家都知道，董卓这个人极度好色，平日里淫乐纵恣，生活极为放纵。那么，他娶一个年轻貌美的小老婆，自然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至于董卓少妻当初愿意跟随董卓，究竟是因为贪慕虚荣，还是迫于无奈身不由己，亦或是别有其他目的，如今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倘若真的是出于其他目的，那么这一点就与貂蝉的一个侧面形象极为契合，为了除掉国贼，却又不得不委身于他。不过，就董卓少妻而言，他与吕布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而真正让吕布对董卓产生嫌隙，甚至最终心生背叛之意的人，其实是董卓的婢女。据《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亦不自卫。然卓性刚而扁，愤不思难，常小失意，拔手己之布，不全节避之，为卓故谢，卓亦一戒。由是因怨卓。卓常使部首中阁，不与卓事必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段文字详细地解释了吕布背叛董卓的两个关键原因。其一，董卓为人粗鲁且无礼，对待吕布常常是动辄打骂，毫不留情。其二，吕布与董卓的婢女暗中私通，一直担心事情会被董卓发现，内心始终忐忑不安。其中，前者是长期以来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后者则成为了吕布背叛董卓的直接导火索。吕布刚刚投靠董卓的时候，董卓对他十分器重，甚至还发誓要与他结为父子。然而，董卓生性残暴，再加上他废掉皇帝之后，权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状态，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吕布这个所谓的便宜儿子太上心了。太平御览引用典略中的记载称，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罪责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后止。由此可见，吕布不止一次受到过生命威胁，幸亏他武艺高强，身手敏捷，每次都能巧妙地躲过董卓的攻击，才得以保全性命。董卓对待吕布尚且如此恶劣，那么对于他麾下的其他凉州武将，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的时候，孙坚率领的军队屡战屡胜。董卓见孙坚如此勇猛，便命令胡轸、吕布二人前去攻打孙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最终导致军队大败而归。胡轸可是凉州的资深将领，素有大人之称，那么吕布为什么会与他不和呢？《后汉书·董卓列传》的注释中引用《九州春秋》的内容解释道：卓以东郡太守胡轸为大都，吕布为其都。轸性急，欲宣言今此行也，要当斩一轻受，乃整其耳。不等物之，宣言相景云：贼至，军众大乱奔走。当时吕布的职位是中郎将，按照汉朝的官制，旗帜比2000担，应当佩戴银印轻绶。所以，历史学家方师明先生认为，胡轸扬言要斩杀的轻绶，指的就是吕布。由此看来，此次军事行动的失败，正是因为吕布和胡轸二人之间的内讧所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胡轸与吕布之间的私人恩怨，但往深层次去分析，这件事情实际上反映出了凉州与并州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站在董卓的立场上来看，他自然会偏向自己的凉州军。吕布不仅受到凉州武将的排挤，还经常遭受董卓的打骂，甚至连性命都时常受到威胁。久而久之，他心中难免会生出怨恨之情。王允察觉到了这一点之后，便以同乡人的身份主动接近吕布，试图将他策反。太原王氏乃是并州的名门大族，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对于从小在并州长大的吕布来说，面对王允的拉拢，很难不心动。再加上刺杀董卓这一行为，从大义上讲是忠于汉室、忠于皇帝的表现。而吕布本身政治智慧并不高，
他自然会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洗刷自己过去种种污点的绝佳机会。事实也证明，吕布的这一选择本身并没有错。董卓倒台之后，并州武将们终于有了上升的空间，吕布也因此得到了汉献帝的好感。后来天子东奔，行至河东的时候，还曾亲自手写诏书，征召吕布前来护驾，并加封他为平东侯。这可是关东诸侯们都未曾享有的待遇。也就是说，吕布是在自身性命和利益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选择与王允合作的。他的主要目的有3个：其一，通过这次行动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为并州军打开新的局面；其二，借此机会洗白自己，从此以后能够以大汉忠臣的形象示人；其三，赢得天子、太原王室以及其他名士的好感，从而积累丰富的政治资本和人脉资源。至于吕布与董卓势必的私通行为，只不过是他背叛董卓的一个诱因，而非根本原因。吕布去找王允的时候，曾向他倾诉自沉着击剑杀之状。当时，王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睿早已经有了诛杀董卓的计划，见吕布前来投靠，便顺势拉拢他加入。至己之时，岂有父子情也？就这样，二人一拍即合，最终成功的诛杀了董卓。在整个过程中，董卓势必很可能并不知情，但不难看出，他的存在恰恰就是小说中貂蝉形象的起源，即引发吕布背叛董卓的导火索。然而，如果从貂蝉故事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来看，这种说法其实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连环计中有4个主要人物：吕布、貂蝉、董卓、王允。在整个故事的流传过程中，董卓的暴虐形象以及王允的忠君形象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主要来看看吕布和貂蝉这2个角色。在《三国志演义》版本的连环计中，吕布的好色形象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这绝非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董卓的事弊在《后汉书》中被称作复辟。唐代学者颜师古对复辟一词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凡言复辟者，为复向其衣服任袭之事。一说复曰复，未尽兴也。由此可见，这个婢女是专门负责照顾董卓日常生活起居的宠妾，其地位虽说不上很高，但起码也是董卓身边极为亲近的人。像这样的人，吕布都敢与之私通，足以见得他好色的本性。又根据《三国志·吕布传》的注释中引用《英雄记》的记载，布谓太祖曰：“不待诸将后也。诸将临急皆叛不尔。”太祖曰：“卿备妻，爱诸将父，何以为后？不默然。”从这段对话中可以得知，吕布还与麾下将领们的妻妾有着不正当的关系，这也就难怪他最终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明确提到了吕布是有妻子的。上文说吕布之妻可能是貂蝉的历史原型之一，原因就在于吕布虽然生性好色，但是却对自己的妻子格外宠爱。有2件事情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建安元年196，河内的郝萌发动叛乱，当时吕布正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他还不忘拉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凭借着惊人的神力，将厕所的墙壁推倒，成功的逃脱了叛军的追杀。第2件事情发生在吕布被杀前的最后一场战役中。陈宫提出建议，自己带领一部分人坚守在城中，而吕布则率领步兵和骑兵驻扎在城外。这样一来，无论曹操先攻打哪一方，城内外的军队都可以相互支援。等到曹操的粮草耗尽之时，他们就可以趁机发起进攻，从而取得胜利。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个建议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妻子的劝说之下，吕布最终没有采纳陈宫的建议，而是选择困守城中，结果被曹操的大军围困，最终惨遭杀害。实际上，这件事情背后还有隐情。郝萌叛变的时候，陈宫曾经暗中参与其中，只不过由于陈宫在军中势力庞大，根基深厚，
吕布一时之间无法对他进行追究。但经此一事，吕布对陈宫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所以说，吕布妻子的劝说只不过是他拒绝陈宫建议的一个借口而已。但对于那些不知情的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吕布因为过于听从妻子的话，从而错失了翻盘的机会，简直就是色迷心窍。那么，这样一个恋爱脑的人，为了自己的情人对义父痛下杀手，似乎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在这个相对成熟的貂蝉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历史原型更接近吕布妻子，甚至还带有一丝董卓少妻的影子。要知道，在元杂剧中，吕布与貂蝉原本就是夫妻关系，而在故事文本的演变过程中，貂蝉从最初的被动入宫，逐渐转变为主动现身，其人物形象也变得越来越高大丰满，而吕布则依旧是那个恋爱脑的武夫形象。看到自己的妻子受到侮辱，吕布怒不可遏，最终在王允的引导下将董卓杀死。而到了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貂蝉的故事又出现了几处明显的改动。首先，吕布与貂蝉不再是夫妻关系，貂蝉仅仅只是王允府中的一名歌妓。在原本的故事中，貂蝉以吕布妻子的身份去引诱董卓，这种情节设置不符合人伦情理，难免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反感。而在小说中，貂蝉现身一是为了报答王允的收留之恩，二是出于国家大义，这使得他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鲜活，也更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宋人的婚姻不问法乐，而是无法乐可问，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可他们在挑儿媳的时候，就想挑家庭条件好的，而选女婿的时候，则想选发展前景好的蓝筹股，这是人之常情，古今皆然。就算是今天我们提倡自由恋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可丈母娘挑女婿，婆婆挑儿媳妇，也都会考虑对方的家庭背景。尽管我们都明白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在现实中，大多数婚姻仍然是两个家庭的事情。放到古代的皇帝身上也是如此。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就承诺过，让赵氏皇族与一众大将联姻。所以北宋初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皇后一般都是出自将门，起码在刘娥成为皇后之前没有例外。根据《宋史》记载，刘娥祖籍太原，她的祖父刘延庆乃是五代后晋及后汉时期的右骁卫大将军，乃属禁军上层将领。父亲刘通乃虎节都指挥使、嘉州刺史，相当于侍卫步军的其中一位司令，并且带了个嘉州长官的头衔。但刘通在跟随皇帝征讨太原时战死了，刘娥的母亲庞氏也在他出生不久之后去世了。然而，我遍查五代史料，实在是找不到刘延庆这一号人物。至于刘通，除了与刘娥相关的记载外，其他地方均不见出现。宋代官员都是要照册记录的，哪怕南宋初期处于战乱状态，朝廷稍稍安稳下来之后，也会重新制造官员名册。北宋初年可能存在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但若刘通真的是从征太原战死的将军，断不至于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事实上，不单指我们今天找不到，当年宋代的官员也找不到。大中祥符5年，也就是公元1012年，宋真宗要立刘娥为皇后，参知政事赵安仁和翰林学士李迪就指出刘娥家世寒微。李迪甚至以此认为他不能母仪天下。另一位翰林学士杨毅则拒绝为刘娥起草册后诏书，
要求真宗交代刘氏的3代，也就是祖宗出身。之所以如此，那是他笃定刘娥拿不出像样的出身履历来。刘娥确实拿不出来，所以他总想攀附刘姓大族。他曾经找来开封府知府刘忠，并对他说：“卿家乃是后宫的亲属啊，已经给你拟定好了差遣，你知道吗？”刘忠立即就回应说：“我是河中府人，出身贫寒，没有亲属在宫中啊。”后来刘娥当上了太后，又找来另一位资历较低的开封府知府刘烨，跟他说：“我知道卿出身于名门望族，我想看看你的族谱，也许我们是同宗呢。”刘烨连忙说：“不敢，不敢。”可刘太后硬是不放过他，连续几天逼问他这件事，他干脆假装晕倒，被抬出了皇宫，才躲过了此事。如若刘氏果真出身将门，何至于苦苦攀附名门世家？所以我认为，刘娥所谓的将门出身，很可能是真宗和他合谋编造的，目的是让刘娥有能匹配真宗的出身，让他有成为皇后的基本条件。从身份的合法性到代孕皇子，真宗与他合谋，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大戏，借腹生子，让刘娥有了自己的皇子，从而具备成为皇后的条件。在真宗的庇护之下，刘娥凭借造假的履历，终于获得了匹配帝王婚姻的入场券。刘娥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顺利登上后位吗？从贤内助到合伙人的身份跨越，她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大中祥符5年5月，刘娥被立为德妃，离皇后之位只有1步之遥，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久之后，朝廷上又出现了立后的呼声，这显然是真宗授意的。而这种呼声也是合情合理，因为自景德4年郭皇后驾崩之后，大宋中宫已经虚位5年了。然而大臣们并不愿意妥协，李迪、赵恩仁等大臣纷纷反对立刘娥为后。赵安仁甚至提出，刘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门。沈才人乃太祖朝宰相沈义伦的孙女。赵安仁的提议实际上反映出朝廷大臣对皇后家世的重视。最终，真宗还是抵住了外朝的压力，在这一年的12月立刘娥为皇后。但立后这事却是做得偷偷摸摸，他只是让翰林学士陈鹏年把写好的立后诏书送到中书，并没有举行册后大典。我们要注意的是，皇后之位与平民的正妻之位是完全不同的。她除了平民之家祖母的功能之外，也还具有政治功能。因为中国古代是家天下的时代，皇帝的家事也是天下大事。中国古代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主理外事，所以除了极个别的时期外，历朝历代在外朝当官的都是男性。哪怕与武则天几乎同一时代的唐代才女鱼玄机，也只能空叹自恨罗衣掩丝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因为身为女性，她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虽然也有自己的努力与谋划，但又何尝不是建基于唐高宗对她的爱呢？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但总有不走寻常路的帝王。刘娥
就是不走寻常路的宋代皇帝捧在手心里的大女主，英明孤女成为宋朝皇后，年少时的懵懂真情，皇后的荣耀，王朝的权力，暮年的相伴，真宗一一为刘娥实现。看似是刘娥俘获了真宗，得到了真宗全心全意的回馈，但其实感情是互相需要的，是有来有往的。所以说，刘娥为什么能牢牢抓住真宗，让他一路为自己披荆斩棘、保驾护航的呢？除了刘娥的个人能力和外部环境因素之外，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断，这中间也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宋真宗的性格使然。这就要从宋真宗的继位说起了。真宗通过澶渊之盟的功绩，极大地提升了自己手中皇权的含金量，这也为他扶持刘娥上位，使得其获取皇后身份参与政事，埋下了重要的一个伏笔。而真宗多年的不离不弃，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不寻常的帝王。成长于帝王之家的真宗为何如此偏重感情？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如此看重家庭关系，渴望一份真挚持久的情感陪伴呢？宋真宗的皇位可以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他上面有2个哥哥，而且他的父亲太宗皇帝最喜欢的是长子元佐。可是元佐因为叔父赵廷美被父亲迫害致死一事发疯了，而太宗的次子元喜又阴差阳错被自己的小妾毒死了。后来在大臣寇准的定策之下，太宗才立赵恒为太子。简言之，这个太子之位得来非常意外。在这些皇子中，他本来没有当太子的准备，承接了天上掉下来的储君之位，后来又当上皇帝，这样的人生际遇，恐怕赵恒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可这种作为天选之人的孤独感，他无人言说。可即便如此，在他继位之时，依然发生了夺位风波，有赖宰相吕端的保护，他才能够顺利登基。刚登基的宋真宗年轻勤勉，意气风发，很想干一番事业，起码要证明当初父皇传位给自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无论是家庭的关系上，还是在文治武功上，都能让他得到极大的满足。这逐渐真宗内心的不自信。真宗能够顺利继位，是因为得到了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集团的支持，所以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士大夫的掣肘。最开始是吕端，然后是李沆，这些士大夫都希望真宗能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圣君，所以都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教导和培养。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行为进行约束。长期的压抑、缺乏安全感的真宗，极度需要得到肯定和认可。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因为真宗跟刘娥的亲密关系，刘娥是家庭中能够满足真宗这种内心情感需求的重要人物。这也回应了前面所说的，在家庭关系上，刘娥的支持与肯定能满足真宗内心需要被认可、被证明的部分。这2个人的付出与回应有来有往，非常同频。这也正是刘娥这个身份所能触及到，而朝中文臣武将皆不能及之处。因此，刘娥的地位是无人可以代替的。
在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可以说是举国欢庆，包括真宗与寇准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大家都很高兴。但却有一个人不高兴，这个人叫做王钦若。在真宗朝的历史中，王钦若似乎与刘娥没有多少联系，但在立后之时，王钦若攻击了参知政事赵安仁，而赵安仁则是提议立沈才人为皇后的大臣。后来在天圣年间，刘娥垂帘听政，也把王钦若召回东京担任首相，由此可以推断，两人在政治上应该是同盟。还记得前面提到有人怂恿真宗退避到金陵去吗？那个人就是王钦若，不过他是在战前提出来的。据说当时真宗以此事询问寇准，寇准假装不知道是谁提的，就说不管是谁为陛下出此下策，二话不说，先把他们的脑袋砍掉。实际上，王钦若跟寇准无论在性格还是在做人做事方面，都是八字不合。寇准这个人刚愎自用，很难相处，抽起风来连盟友都会咬。但他大是大非很清楚，而且性子直，什么事情都喜欢明刀明枪的干，绝对不会在背后阴人。可也就只有寇准这样刚勇果敢的人，在兵凶战危、皇帝怒切的情况下，才敢做出兵谏的事情来。王钦若恰恰相反，他当面对人可以客客气气，但背后总是捣鼓一些小动作，尤其喜欢抢别人的功劳。宋辽双方签订了盟约之后，真宗沉迷在盛世的幻境当中，并且认为这一切都是寇准的功劳，王钦若当然就不高兴了。明面上他压不过寇准，王钦若就玩阴的，他偷偷跟真宗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不值得这么庆祝。另外，寇准也是赌徒心态，把真宗当作孤注来做一次人生的赌博。寇准当然是有赌博的成分的，可当时真宗已经离开了开封，契丹大军兵临澶州北城，容不得逃跑。寇准这一搏有可能会输，但逃走的话是肯定会输。可真宗不这样想啊，他心里面就这样多了一根刺。后来首相毕士安去世了，真宗也顺手罢免了寇准。从这一点来看，真宗耳根是软的。那么可以想象，刘娥不经意的吹吹枕边风，真宗的想法和决定也就能够改变了。所以说，刘娥借由亲密关系的便利，对真宗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在后来的天禧政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但真宗心里更大的刺是那一句城下之盟。本来宋真宗可以继续沉醉于他与契丹结盟的丰功伟绩里面，但王钦若诋毁澶渊之盟为城下之盟，让真宗心中起了疙瘩。真宗本来是想用澶渊之功来证明当初太宗皇帝选择自己是正确的，但如果最终的结盟被人视作是城下之盟，那他只会被后人嘲笑。久而久之，他越想越不痛快，于是就问王钦若该怎么办呢？王钦若算准真宗再不愿意上战场了，于是故意跟他说，陛下如果能够出兵夺下幽蓟之地，那就可以一雪前耻了。真宗确实是不愿意上战场啊，于是就找借口说，河朔地区的老百姓才刚刚得以休养生息，我哪忍心再把他们往死路上推呢？你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王钦若就说了，陛下如果不愿意用兵的话，那就要做一件大功业，勉强可以征服四海，向戎狄宣示我朝国威吧。
真宗问什么是大功业，于是王钦若顺势提出让真宗封禅。可封禅需要有祥瑞，这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王钦若就点拨了一下真宗，说：“以前那些所谓的河图洛书，难道是真的吗？都是圣人用鬼神之说来教化天下罢了。现在咱们没有祥瑞，那就制造祥瑞嘛。”渴望证明自己的宋真宗，终于通过御驾亲征赢得了澶渊之盟的胜利，促成中原与契丹的100年和平，既提高了军国大事中的话语权，也间接提高了刘娥在后宫与前朝的地位。但这举国的欢庆却被北宋五鬼之一的权臣王钦若打破。战前劝真宗南逃的王钦若，以一句城下之盟，完成了对寇准的诋毁，也促使真宗决定再造一番大功业。于是，一场极具争议的造神运动就这样拉开序幕。真宗能如愿创造出超越澶渊之盟的丰功伟绩吗？这将对他与刘娥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景德5年的正月初3，真宗告诉大臣，去年他梦见神仙，说只要天天斋戒沐浴，设黄禄道场，1个月之后，上天就会降下大中祥符天书3篇。自己刚刚得到皇城司的汇报，说承天门的门楼上挂着类似黄色锦帛的东西，应该就是了。大臣们纷纷附和，于是一起去把天书取了下来。正月初6，朝廷下令改元大中祥符，从此天书封祀运动就开始了。天书指的是天书下降，封指的是封禅泰山，而祀则是西祀焚阴。但这场运动远不止于此，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运动。伪造天书其实只是为封禅泰山提供理由。南宋史学家吕中曾经提出，宋真宗的天书封祀运动乃是始于丁谓的一句“大计有余”。丁谓在后来的天禧政争中跟刘娥里应外合，结成一派，也是刘娥的政治同盟。而他后来名声败坏，主要是因为在天书封祀中煽动真宗大造宫观，以及在后来的政争中迫害寇准。但我认为吕中的评价对丁谓来说是不公道的。丁谓当时是三司使，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负责整个大宋朝廷的财政收入。真宗怕封禅泰山会劳民伤财，所以才问丁谓钱够不够。事实上，如果仅仅是封泰山，钱完全没有问题。此前为了抵御契丹，朝廷把很多钱粮都运到了北方，现在要往回运，其实也不方便。光这部分钱粮已经足够支持封禅活动，更不用说太祖、太宗2朝积赚下来的财富了。此外，封禅这件事也不是真宗自己提出来的，他父亲宋太宗早就想这么干了。此时的大宋可谓是国泰民安，封禅正是时候。就连被贬到外地的寇准也上奏章要求随行，要亲眼目睹大宋这一伟大的时刻。若天书封禅之事到此为止，恐怕历史对这次运动的评价就不是闹剧，而真正是一次国力的展示了。然而，历史没有如果。真宗对于封神之事像吃了鸦片一样上了瘾，无法自拔。泰山封禅之后，他还西祀焚阴，重奉圣祖，朝播州、太清宫，重奉5岳。而众所周知，皇帝出行、保安、食宿等等，都是很大的开销，
可谓劳民伤财。不过根据史料记载，真宗每次出行，刘娥都跟随在他身边。有时候对家人来说，陪伴也是一种支持。就像前面说的，从真宗继位开始，就想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得到天下人的肯定，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急需要满足配得感的来源。刘娥很聪明，看似他只是扮演着一个追随者的角色，紧紧跟随真宗出行，顺从真宗安排的一切，实则是真宗在家庭关系上需要有刘娥这样一个角色，对他的所作所为给予无条件的肯定，填补他此前缺失的信心和底气。除了到处祭祀之外，真宗还大建宫观，尤其是用以安放天书的玉清昭应宫，更是耗费巨万。真宗修建此宫，决策的背后有没有刘娥的参与，不得而知。但我认为，此时的刘娥，无论真宗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她都会支持。事实上，这座宫观后来也成为了刘娥对真宗的美好回忆，以至于在天圣7年，也就是1029年的时候，这座宫观被焚毁后，身为太后的刘娥悲痛不已，甚至想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大开杀戒。综上可见，这场闹剧的发生并不在于开始，而是在于其无法停止的步伐。真宗想用造神运动来证明自己，但是上天打了他的脸。大宗祥符9年，也就是公元的1016年6月，河北转运使李世恒上奏本地发现蝗虫，但他说有些蝗虫啊，自己伸手断开就死了，有的腹部溃烂而亡。然而真宗收到这份奏章之后，却听信了他的奉承之语，不予重视。就连真宗派出去打探情况的宦官，也为了迎合真宗的意思，欺上瞒下。到了7月，真宗还拿出死掉的蝗虫给大臣们看，一些执政大臣甚至要求把这些死蝗公示在朝廷上，并让百官庆贺。可没多久，蝗虫就飞到了京城开封来了。当时正是秋收季节，真宗有一天坐在便殿吃晚饭，旁边的人跟他说蝗虫飞来了，他马上跑起来，跑到窗边，结果看到一大片的蝗虫遮天蔽日的飞过来，根本看不到边际。皇帝回去之后，默默地坐着，十分颓丧，也没胃口吃饭了。不久之后，他就不育，也就是中风昏迷。真宗之所以不育，固然有其生理上的原因，但心理防线的崩溃也是其得病的原因之一。自大宗祥符元年以来，他一直热衷于封禅天书、祥瑞和营造宫观这些事，而事实上要营造一个太平盛世的幻境，而他自己本人也一直沉醉于此幻境之中，忘乎所以。但梦境最终幻灭了，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信仰最终被打破，这种打击并非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当年11月，真宗下诏明年改元天禧，或是希冀有新的开始。然而新的年号并没有为他带来好运，在第2年，也就是1017年，蝗灾仍然继续，而真宗的病情也不见好转。真宗人生的高光时刻，永远停留在了天书封祀，但在这期间，他也实现了立刘娥为皇后的心愿。而真宗晚年的落幕，却正是刘娥崛起的开始。伴随一场蝗灾的浩劫，真宗沉醉在天书封祀的盛世幻境最终破灭，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而面对朝堂上波谲云诡的政治博弈，他选择信任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刘娥，以皇后身份御政。从此，刘娥从后宫走向前朝，而她也很快进入了这个新角色。刘娥被立为皇后，正是在天书封事期间，而她当时已经44岁，容貌应该不符当年，故不能说真宗贪图她的美色。既然如此，真宗为何在立后的问题上如此执拗，非刘娥不可呢？刘娥很可能是真宗生命中第一位有亲密关系的女性。后来在太宗朝一系列波谲云诡的政治争斗中，他们都有可能共同面对过，甚至不排除刘娥曾为赵恒出谋划策。经过长期相处，刘娥的才慧确实让真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令真宗冲破了政治的樊篱，使爱女得以成为自己的妻子。其实，从刘娥在皇宫中的住处，也可以窥见两人的感情之深。根据史料记载，刘娥所居住的地方叫做崇辉殿，从皇后到太后，她就一直住在这里。可这并不是大宋皇后和太后正式居住之所，此殿的重要性在于，它就在皇帝的寝宫万岁殿后面，所以它最开始被称为万岁后殿，而且它只是一个小殿。虽然后来万岁殿改名延庆殿，后殿改名崇辉殿，但两座寝宫的位置和距离是不会改变的。崇辉殿虽然只是一个小殿，但与皇帝的住处是极为接近啊。这一方面能够体现出二人之间感情深厚，另外一方面也能解释为何史书中记载说真宗批阅奏章到深夜，刘娥都会参与其中。刘娥已经十分接近当时大宋王朝的权力源头了，这点正是他日后能够参政御政的重要条件。南宋史学家李涛在他的编年体著作《续资治通鉴长编》里面叙述刘娥立后的条目中，对他有这样的评价。他说：“后性景物，小书史，闻朝廷事，能记本卧。帝每循性，必以从。凡处置宫闱事，多引缘故实，无不适当者。帝退朝，阅天下风奏，多至中夜，后皆欲闻之。周瑾公秘，亦为帝所以信焉。”根据上面的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刘娥确实是如真宗所言，是一位多才慧的女子。她出身贫寒，按道理说应该不曾读书，但到了立后之时，她已经小书史。估计在离开真宗藩邸后的那段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教育，而很明显，她生性聪明，闻朝廷大事皆能详细记下，这为她能够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的自身条件。其次，真宗朝东风西射，刘娥皆有跟从。真宗深夜批阅奏章，刘娥也在身边，这证明了真宗与刘娥的感情相当深厚，因而为她参与政治提供了现实条件。第三，刘娥接触政事乃是从内而外，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刘娥是一位胜任的管家。正是她能适当处理好宫廷内部的事务，才让真宗看到她的政治才能，才有给她参与政治的可能。最后要注意的是，真宗对刘娥处理政事是比较认同的，对她也很信赖，
刘娥是什么时候开始狱政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上面的史料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到，估计她狱政应该是早于被立为皇后。事实上，自郭皇后去世后，宫中就刘娥的地位最高，她以此身份来帮助真宗处理宫闱中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只不过天家无小事，宫闱家事和朝廷政事有时候未必能够完全分开。然而，我认为刘娥干政御政的野心并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从小培养的。与唐代的武则天相比，二人均出身相对低下，但刘娥的低下与武则天却大不相同。武后家族毕竟是官宦之家，她入宫是想改变命运的，她的野心可见一斑。而刘娥本来就是贫家女子，如果不是真宗见爱招入王府，她很可能是开封街头一个卖艺妇人而终老一生，根本不可能涉足政治。所以她在入王府以前，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野心。即便她被赵元侃召入王府，也只是暂时安稳，但依然前途未卜。事实上，赵元侃还有2个哥哥，本来太子之位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在他身上，所以在刘娥与赵元侃相遇时，他们根本不会预测到未来发生的一切。而刘娥本人后来又被逐出王府，2人前途祸福尚未可知，所以能被上为皇子的赵元侃宠爱，他除了有幸福与幸运的感觉之外，应该没有什么政治远见。我认为，培养出刘皇后干政御政之野心和能力的人，其实就是真宗本人。宋代从太祖开始，权力就向皇帝集中，这不是个人能力与野心的问题，而是制度建设的问题。太祖、太宗2朝所创立的各种制度，本身就是让权力自然集中于皇帝一身，迫使皇帝必须总揽权力，实行专制统治。但真宗的能力与魄力都比不上他的父亲，就更不用说跟太祖相比了。他在中年又致力于天书封制这样的事情，乾纲独断对他来说实在是力不从心，故此他需要有人在身边与他分担、商量，甚至是出主意。换言之，他需要让渡出一部分的皇权，以减轻他自身的压力。他本来是可以选择朝中的大臣，但一方面制度不允许大臣掌握皇权，哪怕只有一部分都不行。另一方面，正直刚正的大臣像李沆、寇准等，尽管可以把真宗导向一位人君明君，但也给了他莫大的压力。历史上很多皇帝面对这种情况，都会选择宦官或者令臣作为自己的心腹。但真宗不是一个糊涂的皇帝，他也想有所作为，同时也深知历史上宦官和佞臣对江山社稷的危害，于是他选择了向自己宫中的女性倾诉，而这位女性正是他身边最贴心的女人刘娥。有一种说法说真宗的感情被刘娥支配了，姑勿论这种说法仅仅是一种没有史料依据的推测，真宗本身也不是一个轻易被支配的人。如果说支配，外朝大臣应该更容易支配他，但从他处心积虑，后来更是力排众议，必须立刘娥为皇后这一件事看，他相当有决断。反而是他的儿子宋仁宗，就是在大臣们的逼迫下娶了曹皇后的。长期的相处，
已经让真宗和刘娥的爱情上升为亲情。外朝的大事回到宫中，也可以成为二人间的谈资，这在普通家庭里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